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部 W126-420SEL 完修之后的这个引擎发动的状况。目前是冷车状态。好，张大哥现在第一次启动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已经在发动状态，目前还是在低温。我们看到这个引擎反应也非常的快速。目前转速差不多在1000转，1100左右。目前是在开冷气的状态。那照正常的话，等温度上升之后呢，它这个引擎的转速应该是往下降。这引擎反应非常快速。我把声音关小一点啊。我们看到它转速掉下来了，因为引擎温度已经上升。现在送风我放在最弱的这一段，我们看到这个转速已经掉下来了。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宾士机喷的引擎，不管是126、124，它冷车跟热车它的怠速的改变状况，这个当然是由 ECU 在控制怠速马达所进行的这个改变。我们有听到这引擎反应很快速。我把车门打开，我们听听外面的声音。引擎的反应非常快速。我们现在看它转速掉下来了。这个阶段到此结束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部宾士 W126-420SEL 的完修的引擎测试。目前我们看到，这颗是张大哥整理好的全新的供油系统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外表非常的干净。非常的漂亮，也很壮观。我们来看它这个上下油室的压力差，都符合要求。我们来看它现在在热车之后，现在的温度应该在于80度左右了。我们来看从它的含氧量左上角的含氧量大概在5%左右。这个数值也是非常漂亮，代表说，它排气管排出来的废气，它的氧气几乎都被用尽了，那只剩下5%的含氧量。那一般来讲，如果在10%以下的话，就已经符合我们这个2期环保车的标准。这个达到5%，这是张大哥所要求的，最理想的标准。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是在引擎在怠速运转。我们来检查一下它的这个怠速马达。检查怠速马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拔掉，看它引擎转速有没有改变。我们看到刚刚引擎转速有改变，那一插回去之后呢，它又回到正确的怠速的转速。但是这个是欧规的才会可以插拔。如果美规的话，怠速马达一插拔之后呢，就必须要重新启动，才能够重新再启动这个怠速马达。那
这颗我们来看看这个引擎的转速的反应。这转速反应非常迅速，因为它整个油路跟电路，张大哥有检查过它的高压线组都 OK 的。分电盘是没有整理，不过分电盘一般来讲，出问题的机会比较少。那高压线张大哥检查过都 OK， 两边8条。那火星塞呢？正确的火星塞应该是 W7DC。但是它原车附过来是 WR7DC， 它有5K 的电阻，这是不正确的，因为高压线本身就有2K 左右的电阻。其他的皮带调整的张度都 OK， 那冷气也够冷。我们再来回头来看一下，还是在含氧量5%，这是非常标准、非常漂亮的数值。但是张大哥发现，他这颗这引擎目前有一个怠速的时候抖动稍微大了一点。张大哥发现它是很稳定的抖动。张大哥发现是因为它的引擎角，我们来看它的引擎角，引擎角已经裂开了。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引擎角。这个东西，引擎角这边两边的引擎角都已经裂开了，应该讲说就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都已经裂开了，这是右边的引擎角，这右边的引擎角的状况，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已经裂开了。那左边呢，张大哥也发现它已经裂开了。所以造成它引擎的抖动，我想办法来把 OK 好，这样子应该很清楚了。光线在哪里？我们把光线找出来。OK 好，我们有看得很清楚的，这地方有裂缝，应该我们看到了，这地方有裂缝，这边引擎角这边就有裂缝，因为这个引擎比较重，所以说。引擎角当然很容易坏，有空，这部车是从新竹来的，有空的话应该到保养厂去把这个引擎把它换掉，否则张大哥我发现说，引擎就是有点晃动，很稳定的晃动，这个就是引擎角所造成的缺点，引擎角最好还是秒牌的。也许贵了一点，但是张大哥对它比较有信心。这整个引擎状况目前几乎跟新的一样，跑起来的加速非常的快速。那开过大马力的 V8， 就对中马力的直6跟小马力的直4，就感觉上马上会有不适应的状况。今天张大哥的环修的部分的测试，就到这刚结束。至少他还年轻。还有一点，这个地方好像在整理车子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地方真空管的位置，都应该用束带要束起来。那所有真空管包含尤其是怠速马达这个地方都要束带要束起来，因为橡皮老了以后，它会松脱，会造成真空量漏气，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困扰。那其他的部分呢，它的 OK 这开起来真的是很过瘾，这个动力充沛。好，我们到车子里面去看一下它车子的反应好了。好，现在怠速很稳定在800转，我把送风关掉好了。
这样更清楚。差不多在850左右，很稳定。但是我感觉上车子有点晃动，很稳定的晃动，就是再说，就是引擎角所造成的。我们现在水温在80度，我现在加一下油。好反应很迅速，有点像多气门24V 或是48V 的那种感觉，反应很迅速。好，大哥现在把冷气打开，我们看到它这个几乎转速有稍微掉一点，但是还是被它拉上来了。反应非常迅速。好，大哥把冷气关掉。今天的引擎部分的测试报告到此。